我们抓了时空三龙、帕鲁西亚、迪亚鲁卡、奇萨蒂娜，但是你敢信，今天这场宝可梦对战，他们都上不了场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到了任何精灵都只能捕捉一次的宝可梦世界，每只精灵一旦被捕捉，就关闭生成途径，不会再生成。我们一众人分成2队争抢图鉴，按世代进行角逐，1到9世代，一个世代的精灵收集完毕才会开放下一世代，每人每世代只能抓6只精灵，然后双方进行战斗，3局2胜，输的一方要把当前世代的精灵全部收集完毕，送给胜利方。上期我们拿到了美梦神克雷瑟利亚和马桶王雷吉奇卡斯，这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双打阵容啊。那今天就是第4世代大战，我们这个配置有输的风险吗？来吧，我们先配对吧。我打双打，双打给大伙解释一下，就是一场上2个精灵啊，而我们的这个马桶王就适合双打。我再配一个这个美梦神，哎呀爽！来吧，我们先把精灵分一下，我身上都是好精灵啊，我先扔给你们，来，迪亚卢卡先给你，你给我谢米啊，谢米不是很强吗？讲道理，我们阵容太好了，都挑不过来了，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完胜，0分对手啊。对面比较厉害应该就是他们队长啊，兽队啊，非常肉啊。哎，你先挑阵容，白羊，你玩什么？哎呀，没想好的。哎，不管了，我先练级了。你慢慢想，家里可还有糖果呀！哎，我靠，这么多大糖果啊，那都不用练级了呀，直接打就行了。先把马桶王升完吧，这是我们确定的精灵啊，其他再看。马桶王应该怎么配招啊？捏碎吸取权带一个，守住带一个，然后带个补盲的招式就可以了。OK， 那先学个守住，守住就是可以守住1回合，兄弟们，小人打不到我们。这样的话，双打就可以防止被激活。好，快了，先选阵容了，我都不知道给哪个升级了，你们先选。我打66是吧？对，秦宇打66，白羊是63。那我要来，你们先挑。雪妖女，再来个谢米，再来个艾露雷朵吧，再来个洛托姆，4个了。这个蓝狗要不要？蓝狗路卡利欧可以。OK， 那我谢米先给你，谢米就是你给我的，我真的是。你还要啥？洛托姆，蓝洛托姆。那我阵容就前面3只阿尔宙斯、马桶王、美梦神，然后再随便给我配个什么东西就好了吧？我是6只上4只啊，那我身上这个希拉蒂娜和席泽兰先给你们呀。你甩给我看呀。你要啥？你随便给我就好了，我2个控卫。哎，这个可以给你，这个双打可以给你。然后鬼龙再给你。OK， 那我就这样了。我差1只什么东西啊？补个什么东西啊？不行就上那个花岩怪嘛。花岩怪嘛，这玩意不是单打厉害吗？哎，就是这样了，开始配招吧。兄弟们，我们有一个关键点啊，给大家说一下，懂对战的应该都知道，马桶王的特性啊，慢启动，5回合之后才支撑起来啊。而我给克雷瑟利亚学了一个特性互换，把马桶王这个特性给换掉，等于第2回合马桶王就站起来了。那站起来的马桶王才能配得上叫1级神。然后开战前啊，我们想了一下，万一我的美梦神被集火弄死了，要换一只精灵兜底啊，就换了一只黑夜魔灵啊，它也可以换特性，放着兜底。OK， 我们练完级再拉努力值，拉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战斗。来，我们第1回合50级63单打，6只上3只单打对战。下注直接上下注。我和白羊打的可能会有一点久。记住这句话，一会儿要考，因为下手玩的是兽队啊，一般都是拖回合的，正常情况下确实会很久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开局我方雪妖女，对方帝王拿波，雪妖女直接 mega 进化，然后暴风雪。哎，何意外？被冰冻了，我靠！嘿嘿，10%的概率触发了冰冻，对方中奖了，对方冰冻了，我方果断轮换，召唤出骆驼姆，对方被冰冻无法使用招式，无伤轮换，冻着也不是办法，对方也只能轮换了，召唤出沙河马，我方博弈成功，赌对方轮换，点上灵火，武功减半。我下树，你的兽队不行啊，下树。随即骆驼姆一发水炮打至残血，对方撒下隐形岩针对我方后场精灵，骆驼姆接一发水炮带走河马兽，对方无奈又抬出帝王拿波，骆驼姆一发10万伏特效果还可以，帝王拿波一发热水解了冰冻，热水是必解，没办法呀，你们打不动骆驼姆啊。骆驼姆10万伏特拿下帝王拿波，对方仅剩一只天蝎王，天蝎王一发剧毒给骆驼姆灌上剧毒，骆驼姆水炮效果绝佳，天蝎王垂死挣扎一发羽息，骆驼姆不给机会，水炮带走。为怎么为啥下树？没 OK， 那双打了，我来。对面谁？老九。有赢的风险吗？没有。OK， 50级6选4双打对战。按我们一开始的想法，直接马桶王和美梦神上，阿尔宙斯和黑夜魔灵都理。对方是烈尔露莎和暴雪王。开局我直接捏碎，捏碎是对满血的伤害更高啊。克雷瑟利亚直接特性互换，换掉马桶王的慢启动，把暴雪王捏至半血。伤害还可以，随即一发吸取拳攻击暴雪王。克雷瑟利亚已经完成使命，再开一个反射臂守护一下队友，对方持续攻击我辅助手，对方咬碎把我美梦神带走了。雷吉奇卡斯继续一发吸取拳带走暴雪王。那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传说石板阿尔宙斯，对方长耳兔 mega 进化，一发击掌奇袭使我雷吉奇卡斯退缩了，不能用招，而我的阿尔宙斯一发制裁光力
传说石板改变属性，变成冰系，直接带走利奥路莎。对面最后一只双尾怪手上来激将气息，使我的阿尔宙斯退缩了。长耳兔近身战差点打死我的马桶王，马桶王一发吸取拳把长耳兔打残，然后把血回上来了。阿尔宙斯收掉长耳兔，马桶王吸取拳把长耳怪手打残，血回满了。那么第4世代可以宣告我们胜利了。接下来是第3场，看看能不能完胜。在此我给大伙新介绍一个精灵啊，就是姆克因，它的 mega 进化特性唱反调，让本来降特性的技能变成加特性。就比如说近身战本来是降双防，它用了之后可以加双防，非常恶心。而它在这一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。100级6对6单打开始，我方海兔兽对方亚克诺姆，亚克诺姆戏法空间变成慢的先出手，结果我们的海兔兽比他还慢，等于给我们开的空间啊。亚克诺姆开出光墙和反射壁辅助后排队友啊，然后急速折返，下场换上东施喵，我方换下海兔兽，换上姆克因，主角登场。姆克因 mega 进化唱反调来了，对方一发10万伏特克制我们，得亏不是本系技能啊。姆克因近身战直接带走东施喵啊，这里看啊，双方提高了。对面台上达克莱伊 mega 进化了，小知识点，达克莱伊 mega 进化会降速度。我方选手这里判断失误了，以为达克莱伊是幽灵系，近身战打不到他，就换下场了，可惜了。然后被对面催眠术给赌中了，危险了。对面利用我们被催眠的空隙，大幅提升特攻啊，然后一发10闷带走了海兔兽。我方及时反应过来，对面不是幽灵，继续抬出姆克因，一发近身战直接带走，不用担心比他慢，没给达克莱伊减速的。对面抬出尤克西，撒下隐形岩，姆克因一发勇鸟打至残血，没啥技能了，放了个拍落，依旧打不死。姆克因羽吸，血量回至健康，看来要战场了呀。对面应该被打懵了，反手放了个临别礼物，我们可是唱反调啊，导致我们的攻击和特攻大幅提升。谢谢。打懵了。那还说啥了，一路近身战稳坐轮椅了。OK， 3场完胜，来把精灵全部给我们，收取我们这一世代的奖励啊。这一世代的精灵啊早就抓完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5世代。兄弟们，第5世代要抢什么精灵，大伙写在评论区，我会随机看，当然记得点关注哦，不然选到你没有关注我可就不算了哦。